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将和谁恋爱量子纠缠？好，应该就是在讲说你跟谁的爱情能量已经纠缠在一起了哈。我再想想这个题目怎么定哈。那这是今天的三张牌，三张牌都有所谓的主角与其他事物的牵连哈。那这里有野兽、狮子哈，这里有神兽哈，纠缠战斗，这里也有一些枷锁、捆绑跟恶魔。好，看起来似乎都是比较一些残暴、邪恶、粗鲁的，但是其中表达纠缠的意念，我觉得表达的非常好哈。你可以再从你的共感强烈来做选择。好，那我想都选好了哈，那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1号牌。来，我们一样哈，先从大的牌来去寻找哈，这一个与你量子纠缠的人的距离啊。然后量子纠缠一些基本定义，就是它是非常远方的一种连接哈。这跟我们平常翻的时候，我常会跟你说，你们在很远的位置就已经有连接了嘛，是差不多的意思哈。这一次我们要把它找出来，所以距离可能就不是我们这一次的核心近距离哈。我们要先把这个连接强烈，是以连接强烈为主。好，这里出现哦，它正往你这边走来。好，他已经被你这边他所向往的能量所驱使往你这边来。所谓向往的能量代表什么？有可能是他的学业，他想去念的学校，他想去工作的公司，哈，或是哪一个城市的生活环境很好，好，他有这种向往，他内在有一个新的向往，哈，心情的新的向往，驱使他往这边走。那这个连接，在这题来说，是你跟他的连接，然后是一个很遥远的连接。他要慢慢的、慢慢的靠近你，到你身边之后，他才会慢慢的觉醒、跟觉察、认知到，原来驱使他的能量，好的能量很多都在你身上一一的呈现。什么叫在你身上一一的呈现？就是那一个好的感觉的源头，类似源头都在你身上。好像在你的附近的空间，你所营造的，你的说话各方面哈，就几乎完整的符合驱使他来这里的那一个向往跟动力。哦，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了。他很多人其实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他为何往这个方向走，为何要行走到这个位置，为何他对某些事情的向往特别强。哦，大部分的人，许多人都不清楚是很正常的啦。我觉得连我都也不一定那么清楚自己。所以我才说，你们坚定的相信直觉的方向还蛮重要的，因为直觉似乎比我们的理智跟意识整理的更清晰。好，有的时候它会整理的更清晰哈。好，那路径上我觉得它算靠近了啦哈，我没有觉得它非常遥远，因为我一翻开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路径已经走一阵子了哈。我翻一下好了，我把这个，确实，他这个路上还有一些共同奋斗的朋友，同学朋友这样，然后他在行走的路上还遇到不少的贵人哈，所以其实他现在走在这个路上来说，他一定心里觉得是一个完全对的位置，他现在正在舒适快乐的整个旅途之中哈。那至于距离来说，在这张有看到某一些跟你的连接的距离哈。这个我从别的牌来翻就好了。等一下哈，我想一下，没关系，我从这里翻就好了。还有一些刚开始，才刚开始认识，比较接近你这边的人，才刚开始认识哈，还没有很多，还没有很多。有可能是师生问题，有可能是主管跟员工问题这类型的，有一个阶级上的区别哈的带领这样。
差不多已经在你的生活朋友范围里这样，边缘有一些接触了，还没有真的完全进来哈。然后他的内心其实有在期待一份新的爱情出现，而且他心里好像有一个直觉，觉得爱情差不多在不久之后就会出现，所以他现在是处在一种非常内心非常温暖的状态哈。哎呀，看一下这里。哦，他这个路径哈，他往你这边走的这个路径，他想了非常久，才做出了一个大决定呢。那他这一个大决定，他已经跟他以前的生活和各方面摆脱的非常不一样了。有可能是从一个小村落、小乡下到大城市的这样子的一个大转变哦。当然也没有到说换一个国家啦，但是对他来讲，他之前所舍去的东西，他不想回去。所以如果你未来遇到他的时候，哈。有这个情况，他看起来是从哪里换过来的时候，尽量先不要提他以前过往的东西。他在某一个角度上，他是很严厉的把它忘记，很严厉的不想触碰哈。你可以说他想粉饰太平什么，可是他的概念，他想要脱胎换骨这样。所以在整个路径上，在这里所诠释的，他离开了旧，他现在是非常快乐的。所以在这短时间内，我觉得在他40岁以前，都先不要提这些事，因为他有很多的转换。他好不容易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他觉得很舒适，这样，而且他还找到了可以帮助他的人，有贵人啊，有一些指导他的人，然后各方面哈，他现在走在他认为完全对的路径上了，我相信也是对的，因为在某些角度有非常高级跟深度的思考，而决定了他要相信哪一颗指引他的星星。这是一个很理智的选择哦。然后在这一个筛选的过程里面，他花了蛮长的时间，跟很严格的要求自己要选择对。那对自己要求自己在要选择对这件事的意思是说，他先把自己提升到他觉得他的判断是对的程度，他才做下选择的。所以他这个过程蛮长的，所以他要有一个转换。那他现在出现，他未来在你面前出现的他的品质。其实已经算是非常好的能量、内在能量品质啊，各方面哈，整个路径上啊，他其实直觉很强，所以他遇到你的时候，他应该有非常强的直觉，会相信就是你。哦，我为什么要说相信或笃定？因为记得他的判断哈，他的判断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所以当他选择下去的时候，他一定会完全相信他的选择，因为前面他想过了嘛，他不太会边走边看，他不太会边走边看边走边确定，他一定是非常确定了才会走下去，或是虽然说这样子非常确定再走下去，有的时候因为你没走下去，你不知道真正的故事跟结果是什么嘛，可是他会承担，他会接受，他会学习，哦，他会认错，他会知道他要改进，他也会知道。他会立刻修正啦，所以他是一个会反省的人，而且他在这里我还蛮觉得他有的时候都过度反省了，好，但是他不会让你知道，那你未来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些进步跟改变的速度极快，甚至他还不是一点就通的人哦，你只要给他一点暗示，他等一下就已经修正完了。他是这样子，他对自己的自制跟自律性很强。好，所以你未来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在他的生活里面，他有一个非常稳定的时间表，什么时候要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候该去完成什么运动啊，什么追求什么语言什么这些的，不知道，他安排的非常细，而且还不是以小时为单位，大概每15分钟或半小时为单位的在计算自己的人生哦，是一个对自己严格要求非常强的人。所以在这一个训练跟锻炼之后，他内心的直觉韧性也很强。很强哈，他的这个组织能力很强。那至于未来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有一种异常冷静，
可是不代表他内心是安静或是冷漠的，没有，他会异常冷静，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跟判断，还有他有一点点沉默寡言。如果他真的要去跟你表达什么，可能有2个目的：第一，他想要跟你示好，跟你聊天，跟你沟通；第二是他真的想要表达什么。他不会花太多时间拼命的分享跟展现自己的思维，然后渴望在任何一字一句之间获得聆听人的认同。他不太在乎这个，因为他自己的脑内的思考空间已经够稠密、够繁忙了。好，那为了要让自己的思考很有内容、很准确，其实他平常阅读蛮多资料的。好，你会发现他可能电子书跟实体书都在阅读，只是他不会让你知道。我一直跟你讲说他不会让你知道，因为他在内心觉得被别人看到自己的努力还蛮丢脸的，这就是他的反省过程。他会讲，他就是我们平常会说那一种。你问他昨天有没有念书，因为今天要考试，他一定会说没有，因为他不是要隐藏自己的实力，他只是觉得被人发现他在偷偷努力，或是很努力变成这样这件事，他觉得很羞愧。好，那我们再看别的。所以讲这些，其实是要让你知道说，这一个人有很多你慢慢才会发现的好啦，还有他的温馨啊、贴心啊什么的。因为他不是一个会表彰自己做了哪些好事，他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觉得很丢脸。啊，我再看。你看这里就说了嘛，他对于隐藏某种能力跟就是说你以为的他啦，大概他只展现出60%而已啦，他已经很隐藏了，他本质也有一点点韬光养晦，有一点暗暗内含光的一种核心概念。可是我觉得他的本质是羞愧的。他的本质是羞愧的，因为你记得我刚前面说，他在一个可能，我觉得他可能之前所处的环境，他觉得是自卑的，所以他不想被人看不起，所以他会偷偷的努力，他是故意的、刻意的在形成一种我天生就有这些能力，而不是我偷偷努力的这样。他其实内心是有这一个心魔的，但也因为这个心魔激励了他，变成现在好像看起来一切都很轻松的优秀的人，或是很好的人啊。从这几张牌都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敏感度非常高看得远的敏感度，有远见的敏感度很高。观察每一个人的独立性的敏感度也很高，所以他其实对于人的特色跟这个人会做什么或是什么小心机小心眼，他其实很敏感，但他不一定会去确认，或是不一定会告诉别人，就是他不八卦，他就算发现了，他也会觉得说那是别人的故事，这样。然后慢慢的，你跟他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的人生其实过得很辛苦，但并不是因为他经历了很多很辛苦的事，而是他要求自己要求的很高，他让自己变得很辛苦。可是如果你问他辛不辛苦，他不觉得，他觉得每一分每一秒获得的东西都是给他自己的礼物，像是买一朵花给自己的这个感觉如果你未来跟他相处，你会有点心疼他啦，你会有点心疼他，因为你真正接近到他生活的时候，你会无时无刻都发现他好像都在努力好，那我们再看一些别的。果然是这张好，他未来会慢慢的安静下来，那他就表示他已经到了一个完全体了，他慢慢的安静下来。其实他现在已经逐步在安静下来了啦。那我们把它回推到你们第一次见面的状况，从这个逻辑上你会发现他有可能第一天跟你对话的时候就表达的非常清晰的，让你明白他是喜欢你的，但他的表达的清晰度不会说告诉你说我喜欢你，然后我想跟你在一起，不是这种清晰度，而是他在跟你表达的内容，你会发现说他对你的在意不太像第一天认识会讲出来的话，他对你的重视跟他对于
想象跟你在一起的未来已经有一些憧憬的画面了。譬如说，我觉得我们未来可以一起去哪里旅行？我觉得带你去那个地方看看，或是我们一起去冒险，好像不错哦。他会用这种比较遥望式的方式带你这样，然后你会明白他想跟你探索很多事情，对于这个世界，而且他还胸有成竹。他只是需要你这一个人陪着他，你会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情境，然后你会觉得很舒适，你会觉得自己被需要，然后你会在他的眼神找到非常笃定肯定的样子，所以你会相信他。这是我觉得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即便没有立刻进入恋人，可是你会觉得他应该，或是他已经要成为一个可靠的朋友了。这是他所散发出来的气质。来，我们来看一些别的。好，等一下哈。好，他有一个很厉害的优势，所有跟他接触过的人都愿意支持他，愿意帮他。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无条件的，而是他跟任何人相处的时候，他都让人觉得你需要我的时候我都在。我在乎每一个人，所以他的朋友跟相信他、支持他的人很多。即便他不用特别做任何事情他在这一个地方他就非常有领袖气质。好，我觉得这是一个两面啦，黑白的两面，光明跟黑暗的两面。他为了修正自己内心的从小到大的某种环境或学习上的自卑感，可能有家庭这种，我发现他的自卑感很强，而衍生出某种超乎他人的动力，所以他好像突然像是冒出来的一颗星星，可是其实不是，他这一个上升的时间很久了，才出现在你们面前。他希望塑造自己是突然出现的，可是其实他培养自己培养了很久。好，所以在这个过程里，他交到了非常多信任他的朋友，交到了非常多支持他的人。你可以说有很多粉丝或什么，主要是因为他做的事情很光芒四射，而且是温暖的光，不是刺眼的光。你未来跟他慢慢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这份光会聚焦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可能还会有一点小小的有压力，因为你发现好像很多人都认可他，很多人都喜欢他，可是他的目光大部分都只放在你身上，所以你反而觉得会有压力，你反而会变成是主角舞台上的真正主角，那个感觉你会觉得很奇妙。好，所以他真的出现的时候，我希望你跟他好好的享受，在他的世界里面的被重视跟被呵护了。好，那好，这是本质上的能量是这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细节。好，来，我们等一下来翻一些比较近况的方式哈。这些抽象的能量的诠释，我们就讲到这。好，这第一组哈。好，这边也跑出来了。好，先这些好，我看一下。它会慢慢的出现在你的工作领域里面而且是受推荐的。阴性能量还蛮强的，有可能是女性的角色推荐她进来你的工作领域的那
他其实已经有所联系了，然后再慢慢的靠近你们这里哈。而且他其实在工作上的资源上，他其实已经有跟你们公司或是你的工作范围里面的人，其他人有合作过了。所以除了你以外，旁边应该有一些其他人已经有跟他交流，然后认识他，对他的认可度还蛮高的。他在你的朋友跟范围里面的传言跟评价是属于一种梦幻型的哈，传说型的哦。那还不错，有些牌我觉得，这个题外话，我觉得这组塔罗牌的塔罗意念哈，是我觉得呈现的最，它有一个深层的人性表达的非常好，常常我都觉得它给我太多讯息了。哦，我最近开始用它的时候，发现它给我太多讯息。来，我这边重新整理一下。他有一种很特别的魅力，就是你进不了他的世界，可是他很轻易的就能够进到你的世界里。主要是他的主动性跟他的洞悉力很强，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应该隐藏不了太多秘密，然后他会用很多方法去挖掘到你的秘密，只是他要不要去探究出来，或是让你自己说出来而已啦。所以他喜欢真诚的人、坦白的人，因为他已经够真诚、够坦白了，然后他也愿意接受许多人的秘密。然后他不会说出去，好，他也知道很多人开始接近他之后，就会非常澎湃的，或是整个倾泻出来，把自己的秘密只告诉他，这样，因为大家对他的信任度非常高，所以一个特色，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会有一个感受，你会觉得很明显，就是好像可以跟随他，还有他有一种活力。它不像是太阳底下的笑容这种活力，它比较像是刚运动完还充满精神力的那一种活力的人。你会发现他是这样，然后他不会浮动。我跟你说，我们刚刚是不是说你一开始遇到他，你会发现说这个人非常冷静，对，可是你会觉得他充满整个内在充满活力。好像等一下还可以再去跑个10公里，可是你就觉得他整个人冷冷静静的，而且他好像跑完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身上没有流任何汗，可是他已经都运动完了，这种活力哈。无论是第一组牌跟第二组牌对他的评价都很高，可是我一开始就跟你破题了，他其实内心的自卑感很重，他因为长时间去修饰、去掩盖、去补足，所以其实很难察觉这个。那所以未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有一点点发现他的悲伤情绪出来的时候，两条路：第一，不要打扰他。如果他的眼神是避开的，他如果是躲在这个空间，就不要打扰他，因为他正在修复。第二，如果他这个悲伤是说出来的时候，听完他的话，不要回应，不要给建议，听完，让他知道你有听得很清晰，你有把它听完就可以了。好，因为解决的方法不在你身上，你唯一能解决的就是听清楚跟表达的，你听完了，记得不要插嘴，不要听到一半就表达的说我都理解，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沟通方式，因为让一个人把他想说的话造句每件讲完很重要哦。你有的时候听一个人讲话，他可能一个概念，他用5种造句才把它讲完。那你听了一句你就知道，然后你就把它插嘴不让讲，不行。我这里我就要说不行，因为翻译成5句话才是他的1句话，听得懂我意思吗？因为有些人的情绪是破裂的。他必须要反复创造5种句子才能够把一个情绪讲完，跟5种句子都讲同一个意义是不一样的意思哈。这里你可以听一下，所以我才说聆听很重要，听完很重要，听完很重要。回到这个人身上，如果你发现这状况，这个部分就很重要。那这个应用你也可以运用在别的人身上了哈。如果你的身边有亲朋好友的需要聆听的时候，记得把它听完很重要哈。也许你会觉得很唠叨很烦，但是听完对他的帮助比较大。好，那这组大概就这样哈。如果要讲一些缺点的话，你看不到他，你找不到他，只有他往你这边慢慢的前来。虽然你现在知道他要来了，你去询问或什么，你找不到理由在哪里。可是还有一件事，他还没看到你。他目前其实都还没看到你哈，他离你距离也算远啦。以他的角度来说，他其实离你距离也算远哈。好，
最近讯息都很清秀，大家不用太翻一些很复杂的讯号哈。你们未来相处可能有一个小缺点，给你注意一下。他可能会常常觉得他的主意比较好，他的想法比较好，你可能要有点小忍耐哈。那再来，你们这一组灵魂的相遇本身就是走一个极度冷静、极静的状态，所以他不会有一个非常高度的澎湃的兴奋的状态哈。你可能也要习惯一下，不要把它误会，以为说你们的感情很冷淡，其实不是，是你们两个的灵魂搭配就是这个特性哈，安安静静、平平静静的，很像无法感受到车水马龙的世界。那种感觉，你到了森林的最深处的时候，你会有这种寂静感觉。你们的相处就是这样子，它还不是海边的寂静哦，它是森林深处的寂静哦，海拔够高的森林深处的寂静哈。好，荒野般的寂静。好，来，这里面有什么特别要翻的哈？好，通常到这里我们就来看一下天使跟恶魔讯息了哈，他们有给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先看恶魔。因为我没有对他问问题了哈，所以我看他提示了什么重点。他现在在找寻你的路上，好，就这样。再来，他在遇见你之前，好，因为我是放这里，我不是放你这里哈，我就会放比较靠近他。他在遇见你之前，哈，他对爱情的观点跟感受会有一个小幅度的转变，所以他大概这一个爱情感受上的一个小转变开启之后，能量才会开始慢慢的跟你对齐了。现在好像还没有遇到，因为他自己的故事线里面可能还在处于要先经历一下他周边朋友的爱情的故事，所以他在某些爱情的观感上会有一个小小的新的启发跟觉醒吧。好，哦，下半年我就直接说下半年哈。他们差不多会遇见朋友的介绍，各方面跟朋友出去的时候会遇见，会介绍，会跑出来，不是在工作场合，但是有可能是工作同事的后面出去玩的介绍哈，跟你的工作范围不远了，一开始就定义好了。那到后面大概你所处的环境的天气开始变冷的时候，应该就是你们首次见面，他一看到你就很喜欢你那一个时刻，差不多就要到了。好，范围差不多是这样，因为后面有一个更强悍的、稳定的，燃烧已经非常持久的一个火把，渐渐的要往你这边移动过来，而且在他手上。好，大概就天气要变冷的时候，下一个迎接冬季前的那一段时间哦。好，来我来看一下这里。哦，首先探测未来性来说，关系跟整个情势有逐渐往上提升哈。那现在你们所处的两个人的能量正在，它不算调和，它在集合中，两边的人好像在归队中哈，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开始在接近中了。那回到这里，这里说的时间，以我算牌的时间来说是2个月后，会开始到最接近的范围里。所以它这一个能量的集合也差不多是这样，大概要到花2个月时间，慢慢靠近你这样。所以它现在在很远的距离，它大概要花2个月的时间才比较靠近你的位置，视野上才可能会比较看见。然后这里说的，好，我再看这里啊。
好，好，这边有一个梯子向上，一直在拾取雨水，接住雨水，它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获得哈，滋养获得这个讯号出来，所以你慢慢期待后面有好事。以跟他的关系来说，那个好事有一直在向上接住雨水的一个气息，所以他就是一直在往上加，一直在获得中。那你就放自然一点，他越来越靠近你的时候，你会慢慢你会明确感觉到了。好，那1号牌就这样哈。最近讯息都很清晰哈，还蛮喜欢的，因为可能就是我把能量分2组前哈，第一组牌的时候就会把很多结构翻得非常细致，所以后面再解这些分支出来的更细节，魔鬼细节就更清晰、更简单，我就把它交代给你哈，然后你再去重整跟留意不同影片的相同讯息。好，那就这样哈。那1号牌的朋友，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我们接下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那今天的题目是量子纠缠啊，感觉是一个很老的概念，可是我觉得你们比较容易理解哈。来，我们来看一下第2组的朋友跟你有连结的人的一个能量哈。来，第1组牌的朋友连接到一个很强大的能量哈，我们来看看这个好能量在第2组牌是不是有所延续哈？一起来好奇一下。这2张，但这张比较强，我们先翻这张。哦，这个让我产生，它翻起来，它给我一个禁锢感，而不是牺牲奉献，它给我一个禁锢感。然后那个禁锢的感觉出现了2个选项，所以我要直接看。我不看这个好了，我看这里来。是这边。我看一下谁才是被禁锢的那个感受的人哈。你耶，是你哦，是你，因为他那一边的能量带来了蛮多助力、欢愉、好朋友、协力、更多资源的能量，而你这边比较像是受到局限。但你说正能量是坏的吗？我觉得不是坏的，而是它的出现有点像海啸式的进来，给予太多，你有一点不知所措。你有点还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时候，就受到了热烈的追求、热烈的照顾、热烈的带领。好像这一个人给太多，我跟你说，他这个人有一个，你要觉得这是缺点也可以。他在初期就给太多了，他想给你的东西太多，他太兴奋了，他太快乐了，在遇到你的时候，他就太冷静不下来哦。你可以去感觉到，这样很多说法，冷静不下来，太兴奋，太想给予，太害怕失去而给予太多这样子哈。所以有这个状况，但是还好，他应该要这么疯狂，可是他还是冷静下来了。主要是因为这张牌不是火，它是水能量，好，它是水能量，所以它偏温一点，细腻一点，他会感受到你的不自在，跟感受到太过多的压力，他就会缓下来。好，还好，我觉得这个还不错。然后他会逐渐慢慢的转换成，其实啦，在他的角度，这张牌他是对你牺牲奉献太多，可是在你这边，它却是一种动弹不得，随着他而摇摆。因为吊人牌本身就有一种软烂的身体，任人摆布嘛。可是这一个概念是在你身上，可是它另外一个概念是为他人牺牲、为他人转嫁、作嫁，这种就在他身上。所以这一张牌的两面性就在你们身上呈现出来了。好，等一下有一个想法，我先翻一下。好，这个概念上你会觉得好烦恼哦，就其实你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好像就已经
被定为好像跟他在一起，好像省略了很多追求的过程，好像就被拉到两个人已经走在一起的感觉。你在跟他在一起的慢慢的行走中，才慢慢的感觉到，原来我是跟他在一起的，原来大家都觉得我跟他在一起很好，原来别人都以为我们已经在一起了，那就表示给别人的感觉跟认同，连你的朋友都觉得说，哎，你不是跟他在一起了吗的那种感觉哈。这个人从一出来就处在一种非常过度正能量的奔放的态度里，把你带着往后面走，所以你的那个烦恼比较像是甜蜜的烦恼，而不是真正的负面的能量的烦恼啦。我跟你说这一题很奇幻的是，你都还没有答应哈，怎么好像就已经跟他在一起了？真的。你开始冷静，在思考你在哪里的时候，你已经在那个世界里，在那个恋爱世界里了。这个节奏很快哈，但你知道为何你会叫默默的？因为你的过程里也是觉得很快乐的、很舒服、很幸福的、很自在的、无压的。重点是无压的。这个人，我该说，你有可能以为你们是好朋友一起出去，可是旁边的人都觉得你们在一起，有可能有这个状况哈。好，你看这其实都差不多，这其实这里能量方向都差不多了哈，就是你心里是开心的，可是同时也觉得有点小沉重，因为少了很多确定性。你唯一能确定的是眼前和很多事件发生，感受到旅程相处跟分都是快乐的。但你不确定的是，你还没确定自己有没有那么喜欢他，到想跟他在一起。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哈，但从星星牌来说，你慢慢的会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内心所渴望的爱情也符合啦，但是它需要一点点时间。可是初期会有一种节奏太快，我只能说，只要你原本的个性上、星盘上不太害怕黏腻，好，或是太在乎自己的主控权哈，如果不是这样，那其实你会在其中感觉到很舒适、很自在，很多东西都是意外的礼物，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的个人意识比较强哈，然后喜欢主导而不喜欢被带领的话，你会有一点反抗，然后你甚至会有点开口说太多了，或是慢一点，或是有的时候会直接有点类似白目的方式，直接问对方说：“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有些人会这样提问哦，然后有些人可能会问说：不要，会直接不用疑问的，会用下定义的说，不要这么多，不要这么好，差不多就好了，先这样。每个人的意念不同，但是这组对我来说，会更多的是偏向不知不觉的就已经享受在其中了啊，不知不觉的就已经享受在其中了，而且没有太多的反抗。我感受到的能量是这样，一开始到现在都是这样。我看一下，从一个比较远的位置来翻。好，哦，跑掉了。我看一下。哦，你明明就知道这个人身上有很多你喜欢的东西，只是你不太适应那个形式、那个相处方式。可是这个人身上确实是在第一时间，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你喜欢他的东西了。那你希望，你应该会有觉得希望节奏再慢一点，再安静一点，不要这么浮躁，不要这么热烈，好，不要这么热烈。但你也会发现，如果你喜欢下命令，指使他做什么，叫他不要做什么，他都会听，而且他还是呈现一种很愉快的感觉，就是哦好，你可能会在我一个逗趣的形容，他很像是很听话的大狗狗，很听话，不听话的时间还不会闹，而是
尽情的对你付出，像是在讨好这种舒适的感觉。如果你是一个乐观、幽默、逗趣的人，内在比较开朗，内在比较好奇，大部分时间都处在一种喜悦状态的人的话，这个人的出现你会觉得非常欣喜。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偏向比较冷的，比较不喜欢刻意去做出反应的，比较不喜欢太大的主动性，然后你必须做出主流反应或是礼貌性反应的人，你如果是这样，你就会觉得他太多，给太多，有点烦，叫他再慢一点就再慢一点这样。但是我们先舍弃掉你的反应啦，我们就只看这个人的性格方面，你会发现他不是天真，可是他表现的天真。然后他不是白目，但他想把事情表现的简单，这样。所以我这边必须要提醒你，不要让他伤心啦，哦，不要太严厉，不要让他伤心，因为像这样子的人不容易遇见啦。大部分的人都矫揉造作，然后包装自己，然后大部分的99%注意都在自己的身上。他比较没有哦，他比较没有他的内在，你可能会觉得很空洞空的，因为你还没有探索他内心的深度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内心很空洞，只充满了一股盲目的热情，你可能会这样觉得哦。那是因为初期，后面就不是这样子，后面你会慢慢发现，他给你的很多东西，或是他付出给你的、带给你的很多快乐，都是因为他很通人情，很擅长察觉其他人的内心的需求，还有他有很多能力，很有弹性，很能变通，就代表他不是愚蠢的，或是固执的，或是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好，再来，他耳力很好，他很习惯性倾听，但不代表说他习惯性反省。他会听到他需要反省的时刻而去做修正，但他不会那么主动的，就随时随地都是以反省的心态来看待自己。这样好，通常啦，我的解牌大部分都只着重在这个人的优点啦，哈，我会把他所有的优点跟特色都讲完了。真正的缺点或什么，当然也可以讲，但我就觉得那个终究你们会发现啦。好，这里我觉得还可以哈，来。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讯号可以翻，我想一下，因为我对这张盘还蛮在意的哈，我看一下它到底往什么方向走。因为它讲一个比较未来性的，它这个未来性讲什么？他说你们还能合作，还会有创造出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未来的生活，有彼此的两人的独立性，有两人的世界，两人有一起想开创什么这样子，它在比较未来的位置这样。而且这个概念还比较像是你们两个核心的概念。虽然一开始有点像是说他追求你，他带着你，然后你是处在一个主角意识位置比较强的人，然后他在你旁边盘旋，整个概念比较像这样。可是这张牌所带来的不是，带来说未来会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然后合作各50-50的能量，然后会有一种非常高度的沟通协调，往更好的位置的两个人可以一起的方向前进。是这样，它跟前面就有点差池了，它后面变得偏理智，哈。但是整个能量走下来，水能量还是比较多，水能量跟土能量在混合哈，所以水能量主导的话，就是说对未来的方向前进有一种很强烈的直觉，然后还有一种很清晰的情绪跟稳定的情绪往那边走，因为是土能量在旁边配合嘛，再加上土水能量活在一起的话，那它就会有培育出很好的价值观。获得礼物、种子发芽、稻米、植物这样子的一种获得，在后面慢慢的说，两个人交集、沟通、信任，好的能量滋养下去，后面会有越来越多好的东西出现。它都不是随机的，它都是你们前面的一些正能量跟相处的能量，和对彼此的一些调整配合，才产生的更好的一种相处方式。后面都有，这也是这样。好。以双向的路径来想，这个人很值得在一起。他不会像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那一种浮躁，看不到未来，没有。慢慢的会发现这个人的未来性跟他的灵巧，他的灵巧。好，来我们看一下第二组牌。灵巧，思维上的灵巧哈。我就说他是一个很容易变通的人嘛，而且耳朵很好，很会听，很认真听。他不是耳根子软那一种哈。
就是耳朵听事情听得很清楚、很清晰。所以，如果要认真跟他辩论的话，如果啦哈，你看他跟别人辩论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反应跟逻辑都非常，因为他耳朵很好，听跟思考是同步，他不会听完思考才回话，没有，他是同步然后就回话了，所以他其实很灵巧。我必须说他的思维根本是很灵巧的、很灵敏的、很灵活的。来，再来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哈，就是你们的现在遇到了吗？好，整个范围。喝一口水。来哈，好，等我一下。先讲。他现所处的事件里，他现在正在一个很复杂忙碌的事件里，可能工作吧，哈。反正他现在必须要专注在他现在生活里的某些事情，然后有很复杂的关系，有很复杂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他现在其实内心没什么向往爱情，或是没有特别在想这件事情。他必须要先把他的生活的这个难题先顾好。那他这个状态很像是他将要打开一扇门，他有钥匙，可是这扇门上面布满了杂草荆棘，挡住了钥匙孔插去的那个位置，他甚至找不到手把、门把，然后插进钥匙这样。他现在正在清理这个门上面的任何阻碍啦。那你就在这个门后，他开了门之后就能看到方向，他就会知道他要去哪里。这是抽象的形容。那真正的形容就是他现在的事情解决完之后，他会进入或是认识新的朋友、新的朋友圈，或是受到介绍，或是他这个事情处理完的时候得到认可、受到介绍，进入了新的朋友圈、工作圈之后，那个圈子跟那个方向就比较接近你了。好，那个方向是对的。他在那个路径上慢慢的在往前走，认识人，跟那些人出去的时候，就会慢慢的接近到你常出现的范围里，跟人际关系里就会遇到你了。然后我还是觉得跟工作有关系啦，因为他这边有一个努力有收获的一个概念，是所谓物质的哈。那目前我没有觉得你们很远，我觉得你们已经很近了。然后曾经有绕路过，什么叫曾经有绕路过？曾经有很近过，可是因为某些决定，他先掉头或走远了，但最近又很靠近了。但是我觉得你们没有发觉自己发觉彼此是因为有两层东西出现，一个是幻觉，一个是烦恼。那这两层东西在这一题都出现在人际关系上面。幻觉就是在他的角度来说，他目前交错朋友，他目前比较重视的朋友圈跟你的朋友圈没什么交集，好，所以他浪费了时间在现在所处的比较熟的朋友圈这里。再来，他处理太多旁边的人的情绪上、感情上的事情，他太在意，他太鸡婆了，好，他应该再远离一下。那这件事情会怎么？会常常忽略你就在附近，然后实际的情况是这样，譬如说你们都去同一个地方参加一个活动，譬如说什么户外野餐的露营活动，或是什么户外的什么，反正就假日的什么农业产品怎么茶会这种，有点像日间 party 的这种活动，你们都去了，你们都靠近了，那他
因为身边朋友的情绪不好或什么，他变成他的注意力都在朋友身上，然后可能带去聊天或什么，就没有专心玩，没有专心晃，但是你就在那里，你就没有遇到。本来他应该有更多的机会，除了自己的朋友之外，还会认识新的朋友，还有他的朋友的朋友，会这种认识法。可是因为他太专注其他人的事情了，就错过了，就有这个状况。那他也符合了我说有一个幻觉感，就是现在他身边的朋友，他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会去解决。不是说他会来会不跟他们交朋友或者没有没有没有，只是他现在他的焦点现在放错时间放错位置了。好，现在看起来是这样。那但是好事是，他终究还是走在对的方向里，只是本来一个好好走的路变成一个迷宫了，在那边串。好，那这个迷宫出口就一个，然后他终究会从那个出口出去，可是就花了太多时间了，因为太多莫名其妙的墙出现，让他转弯了。就是这些人际关系起雾了，专焦注点都在放在别人身上这样，但他终究还是往那个出口去，可是时间花的实在太久了。好，那还好，这边有破解的讯息，有贵人，有指导他的人，有无意识状态下交到的新朋友，然后带领他到了新的环境。好，宏观看起来就是这样子一个路径，但他身在其中，他感觉不到啦，他感觉不到，他以为他每件事情都是做对的，他就是尽他的直觉去做。记得前一组牌有说什么？他其实看起来是一个极端乐观的人哦，所以他会这样子，在旁边的人也是很合理的哦。好，你们一遇到他就会产生对你的喜欢，因为你身上有很多东西是他喜欢的，最表面的东西他就会牵连到了，会有哈。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会发生，就是有可能会随机发生一件事情，让你们就站在彼此附近，强迫性认识，会以一种好像陌生人的方式就对谈起来，有这个可能。但是后来你们认识之后，才发现你们不是陌生人，你们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大家都一起来，就像是这个活动，其实大家都被邀请来参加。然后都是同一个人来参加，都同一个人来邀请，都是同一个人发的邀请函跟邀请讯息，这样你们不是完全的陌生人了哈，会这样。有这个巧合有出现，我有看到，而且是更遥望的星星在指引的哈。好，这里水能量也很强。好，这个状况是这样哈，来我看一下其他的。你们对彼此没有所谓的贵人气息，就是你们在你们的人生里面并没有特别会去帮助到彼此。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制造非常正能量跟欢乐的状况，你们两个在一起就这样，然后会有一种很舒适、很安定的感觉。这是你们两个灵魂这一次相遇的任务。修正一下，不是这次相遇的任务，而是你们两个灵魂每次靠近的时候都是这种感觉，很有家，很舒服，很欢乐，很温馨，很避风港的感觉。你们两个的灵魂无论在任何时空遇到都是这种性质哈。好，我觉得这组就先这样，我看一下其他讯息。恶魔牌我一样哈，这一题也没问哈，我直接看他要给什么讯息。他就在说，以直觉跟本能上，你们终究还是会找到彼此啦。所以其实以本质上来说，你们两个只要一靠近的时候，那个吸引力就会爆发出来，不需要有任何磨合哦。你们本能里面所带来的一些能量，本身就是互相吸引的啦。其实，在上一组牌就已经说了，然后这边又说了一次哈。再来，这边有一件事情说哦。要遇到这一个人，必须要去接近人群，拥抱人群。这张牌通常就是要认识新朋友，才会把你们两个遇见的路径缩短。其实
前面都说了，我刚才都说了，只是以他的角度说的嘛。好，来，虽然有的时候前面的牌已经有预示一些讯息，然后后面再从别的牌里面翻出一样讯息的时候，我心里应该要高兴说，哦，被验证了。可是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上，我反而觉得说，哎，那这个讯息浪费了，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需要他可以给我更多讯息。重复出现，我就觉得有点浪费。但是以积极的角度来说，表示这一个讯息是被重复验证的，表示它的强度很强。好，我再看一下其他的。等一下整理一下。有一些小的，等一下。大概到了年末前，年末刚进冬天，然后到年末这一段时间，要小心，你们可能会有短暂的比较遇不到，所以在这之前，如果你们还没遇到，那一段时间还会再分开一次，只能这样说，但是他没有保证前面一定会遇到，我只能说你们这里说很近了。那他这里说会短暂分开，所以你自己可以推论那个故事线，有可能会遇到，有可能变得比较好，有一段时间变得比较好，可是到那个时间你们有可能要分开一阵子，可能是工作或什么其他事情要先分开一阵子，会比较远离。但是如果这里是做朋友的话，那可能就到这里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比较见不到这个人，可能要再到来年的年度的时候，他才会再回来再出现，会有这样子一个起伏哈。所以今年或是这半年来，可能核心的任务是先认识到这个人，而不是要在一起。先认识这个人，然后变得比较熟悉，可能是目前这半年到10个月中段，就2季内的核心任务，就大概是这个哈。其实这个骰子我应该要买更多。看一下，这个比较难阅读啦，所以可能有时候都要停一下。是哦，之前的时间你们2个人的遇见是处在红灯状态，所以前面即使很靠近，可是能量上是还没有让你们遇见的哈。之前已看牌之前，好，那第二个新闻看这样接下来可能在未来，你们的关系跟融洽度会受到一个比较高度的解释，就是你们开始相处，我觉得还是会先从朋友慢慢相处，你们会慢慢的找到你们的契合点、共通点，才会慢慢的把那一个感情能量跑出来。所以回到第一组牌，虽然你会遇到一个非常活泼热情的人，可是你们两个确定关系的速度也没那么快，不会那么快，但是整个相处会非常愉快，大概半年到就2-3季的时间。因为整个能量看起来其实它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要立刻变成交往关系或确认关系的一个能量，可是你们相处的能量却又很像恋人。你可以姑且把它当成说你们可能会暧昧的1-2季吧。可是我不觉得它是一直在导入要到确定关系或爱情这个方向，但是相处的舒适感是很高级的，就对了啦，它改变不了。要看有意思啊。好。这边说不要有太多担忧，不要有太多的选择，就比较舒适的往下走就对了，会走到那个位置哈。这里讲的是这样。好，那这组就差不多是这样哈。我觉得好讯息很多，也差不多这样，就多交一下朋友，不是要去认识到他，而是要接近到他，因为他其实已经在附近了。你们中间有2层隐形的东西正在阻碍。我没有去翻解。他现在在处理还是什么的，我没有去翻这个。我有翻，可是他没有觉得不好，他只觉得还要再去拥抱人群更多，慢慢就会知道了哈。然后你们会依着本能直觉找到对方，也就是说，这个人一出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了。好，那这就是2号牌的朋友哈，那我们就乐观期待吧哈。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的朋友哈。好，来，我们一样哈，先从大的牌来看一下。今天的题目是谁跟你量子纠缠哈？
这题目虽然很科学，但是我想大家都明白了哈。这次就用这个来导入，让你明白这个方向哈，就是谁会跟你纠缠在一起，初期哈，幸福快乐的纠缠在一起。来，好，这张。偷偷解释一下，我在翻牌的时候为什么会说这张？因为它有的时候就非常，就像我们一开始选那3张牌的时候，我一直说你们共感最强的时候，你就选它。其实你要把它简化，它就是你的目光很难离开那一张，就选它。你不要太多经过你的喜欢跟对于美感构图你的品味的去审核才去选。你要觉得你的目光很难离开哪一张，就选它。它有的时候会背离你的品味跟你的喜好。会有这样子，好，那我在选这些牌的时候，也是用这个直觉来选的，好，哇，这张牌第2组已经出现了耶，哦，不是，是相反的，好，我以为我看到的是倒吊人牌，哦，不是，好，那这个形状要重新整理，首先我把我得到的第一个讯息就是，他是个非常意外的人。但不一定是他本质上是意外的，他有可能是这个角色来跟你告白，告诉你他喜欢你是非常意外的。那他也有可能是你们的故事线的意外，就是你们之间可能发生了某些特别的事情，让你们的感情深刻而改变，所以你们变得很黏腻，感情变得特别好，这也是某种意外。那以这个方向，我来翻3张牌来看一下。一般我是翻2张，但我想翻3张哦。第一、第二，好特别，我已经大概知道。哦，他是你生活里的人。好，这一组他不是一个很遥望，他是你生活里的人。那他中间有离开你一阵子。后来他成为一个新的样子，更好了。这个离开有点久哦，10年、15年都有可能哦。离开很久，因为他需要一个蜕变、改变的过程。他不一定蜕变，但他终究改变了。他不是一个外在改变，你会觉得他的谈吐、思维各方面有更往内心、内在里面去，然后有更加的谦虚，更能力上有更加的绽放。哦，有一个特质，你以前就已经觉得他很优秀了。可是这一次回来，却有韬光养晦，却有把这些特质跟这些优秀都更说起来的感觉。他不是刻意的，你会在他身上发现说，因为他觉得不需要让人知道，或是他自己也不需要，他已经形成另外一个思索的模式。你会发现他所带来的烦恼是你触碰不了的烦恼，因为他很难诉说，而且已经不是你以前认识的他会拥有的那一种烦恼类型了。你可以说他升级了，但我会觉得他在某个角度上心灵有种脱胎换骨，因为他有发生某些事情让他变得更茁壮，而你不知道，他也不会跟你说，可能要在更深入、更之后才会知道，所以我才说你会很意外这个人的出现。可是这里的导向真的比较像是说，你会意外的发现一个人的蜕变重新出现在你面前。这个人，你对他的熟悉度，以过去的能量来说是非常熟悉的。我必须说是这个，他不是一个，我故意丢比较远，因为我想让他的能量绽放强一点哈。哦，哦，很强的个人能量，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会魅力四射，会非常强大哈。的确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的回归哈。你会比以前更喜欢理解他，更喜欢待在他，然后你们的搭配性是完美的，好，你们的搭配性是完美的，在这一次回来的时候，比之前再更完美。以前可能就只是朋友、同学、同事，这一次的回来已经是完全符合可以在一起的状况了。你的进步跟他的改变，在这一个相遇的时刻里面同步了哦，这个同步值非常高。那我再看一下，
而且这一次的相遇会有一个很激烈、激昂的，对你们的人生带来大改变的关系、事情、时刻。反正他在出现之后，你们彼此，我不知道他了，但我觉得你应该会觉得你的人生进到了新的境界，因为他并不是生活的一个大改变，而是你心智上理解事物的一个心境上的改变，受他影响很大。他会启发你，他会有一些金句或一些对谈里面会在你心里摆荡很久，你会有一种往上升，一直你看真的一直往上升，更好更好的，然后你会有点惊讶，你竟然可以理解到这些程度，而你原本不触碰的可能某些概念观念，跟他讲的一些很新颖的事情，你本来没有那么深入，但你一深入下去，发现说自己有能力理解，你会很惊喜的或惊讶的发现自己有某些潜力你没有被开发，但是哪个主题我不知道，可是是这个人会回来带领的，可能是身心灵的可能是运动的可能是旅游的或可能是语言的，它会带来一个很奇妙的新视野我打个比方，它很像，我举例啦，他可能在跟你离开的中间，他可能去了英国，他去了美国，你完全不知道，是不知道状态，或是依稀知道，或是你也不在乎。可是他这次回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带了很多他在那些环境里面影响了他的一些观念跟他的思维各方面，而你不会排斥，而是他在分享的时候，你在你眼前的他仿佛进入了美国，进入了英国的那一个学习状态跟那个世界，还有他所认识的人，跟他跟那些人互动所带来的一种新的智慧、新的观点，你仿佛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你在里面也跟他对谈里也感觉到进入，然后受到学习，然后一步一步每个对话就受到启发改变，这样你会开始对很多东西有新的向往，不一定是英国或是去美国，你会发现说你自己想开发自己一个新的区块，不是专业领域，而是心灵的一个新的领域，你发现自己不在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了，你已经移动了，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会有这个感觉，那这一份感觉，他虽然这样带给你，可是他在他的内心里有一种欣喜的分享，一直在给你。他可能是不知不觉的，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跟你对谈或分享给你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快乐。这个东西要到后面才会知道。可是你们这一次的再见面或遇到的时候，你们那个舒适感会非常高级，整个感情层次会越来越往前。可是要说一件事情你们会有新的喜欢出来，但是不会这么快就定义是要交往，要一下子，但也不会特别慢，因为你们这次在遇见，有某种以前没有产生过的喜欢有出来，因为你们彼此有一种新颖的感觉啦。我先说，虽然我们着重在他的改变，可是你的改变有跟上他的改变哇，你们的指引能量是太阳能量啊！果然，所有的能量都往上加上去这里已经，突然觉得有点太完美我人就像，因为我很喜欢正负能量平衡，可是这一组牌正能量的浓度太高。没关系，我们把好的东西都讲完你们初期或一开始在遇到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新的计划，可能就会开始有新的旅行这样，然后会一起去探索很多新的东西。你们会有很绵延不绝的聊天对话，一有空就约在一起聊东西、看东西这样，会觉得对话在你们之间像是一种上瘾的感觉，直到乏味会再探索新的，所以在直到乏味会发现要一起出国，要一起去旅游了。所以，但你们会在一起吗？我觉得甚至还有可能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创造事业，或者一起去拍照或什么各种的，想要去创造某种新能量的感觉。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就有，你们会有一种绵延不绝的力量，在你们两个相处之后会慢慢出现这样。在别人眼里，其实你们看起来已经像在一起了，可是你们好像没有特别去定义这一件事情。要定义也可以，也可能就马上就觉得说，哦，好啊，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好啊，那就在一起。有可能是这种
轻轻松松的就在一起，可是其实你们内在心智的认同感更强。我很常讲这个概念啦，因为我觉得会在一起的人不用特别去觉得说我们在一起或定义啦，感受上在一起就在一起。尤其内在心灵比较强的人，他比较不需要用这种文字或是框架，一定要去设定好他一定是什么，那是没有安全感的状况下才会比较需要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心智上跟互相认同感很高，其实不需要特别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之后，其实已经知道了。有时候也许说出来会有点恶心啊。啊，这组其实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我觉得就都只是看看。哇，协调性真的很高哎，到底有没有一些负面的排出来啊？缺点好，但是这个缺点是吹毛求疵的，这真的不是什么大缺点。你们对彼此内心的探索偏少，在你们追求这么多的外在的东西的比较之下，对于彼此内心最内心的东西的探索反而偏弱，但也不是没有，只是比较对外对内来说，内的幅度是偏小的。因为你们外在对世界的感官、对新奇的世界探索的这个沉迷够大、够多啦，所以你们会误解，以为你们的对话已经够满、够多了。可其实冷静下来，如果用一些别的心理智商要用的牌子在翻的时候，如果你跟我翻的话，我就会发现你们内心还是有很多该说的话，说的太少，对彼此说的太少。都是在讲一些你跟他之外你们会关心的事，而不是在讲关心彼此内心的事情。这样，但你说在这份关系里面需要吗？需要，但是不那么需要，偶尔有就好了。所以我才说这是一个吹毛求疵的想法了。因为你们的关系上各方面的融洽度都很高，你们一起旅行都才发现是一个很好的旅伴，没有什么问题，节奏感、时间表各方面要早起也会可以一起早起，一整天都要奔波，要去哪里坐车坐2个小时要去看一个东西，两个都觉得无所谓，反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去看那个，中间不会抱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旅伴，就等于是跟自己去旅行的还没有任何容忍，都是很舒适的。两个人相处，想要懒散，想要积极，都觉得节奏都很像，都搭配的很好，没什么烦恼。反而真正的烦恼是做的不够，去的不够，整个行程上动作太慢，会这样子。你们是在一起的时候积极性就非常非常强的哈。但是整个节奏下面慢慢两个相处之后，其实你们并不是一个非常澎湃跟冲刺型的，其实你们都是处在一种非常内在平静冷静的状态啦。你们还是看起来好像很活泼，其实也还好。你们不是那一种爆发型的热场型的人，不是，其实不是，因为在整个核心，你们内在的品质是比较安安静静的，追求安安静静啦，追求安安静静。所以你们两个人相处之后，会发现常常有人会突然安静下来，或是有人突然坐在那边不讲话，安安静静下来，或是洗澡的时候怎么突然他去洗澡那么久，因为他在泡澡，他在安安静静的休息。会有这种常常会有这种片刻的这种情况哈。好，还是一样看得出来你们的心智上一直在节节高升，突破往上哈。看来你们这一组灵魂伴侣的几率很高了哈。好，这组就到这边。好讯息太多了啦。你看我说好讯息太多，有一点埋怨的感觉。来，再看一下。好。来看一下现在的现况哈，我也还没说你们是不是遇到了嘛哈，但是从第一组牌翻序出来，他应该已经回来了啦，他已经回来了，而且他这个回来很奇妙的是，你也没有好奇这么多他的事情，而是他都是自己会讲的，他需要跟你说，但是他没有察觉他需要跟你说。然后他开始跟你说他才发现说他有在沉迷他不会发现自己在沉迷，但是他的身体已经在沉迷这件事了哦。好，来，翻一下。
这个我故意翻乱一点好了，因为我想让讯息杂一点，因为其实前一组讯息已经给的很满很清晰。你们已经接近，你们已经聊过天了哦，而且上一次聊天有到很多时候都讲工作的事情哈，还有一点点爱情的烦恼，之前爱情的烦恼这些有聊一点点哈。那有分享一些以前的事情的一些辛苦，但是没有讲很多。目前两个人的关系来说，还没有那么讲那么远，都还是讲一些表面的，分享一些旧的事情，还没有到比较进去到比较深入的东西哈。还没看到，还没有感受到那种互相喜欢的程度，但是已经有开始逐渐在频繁的遇见哈。我先说这个频繁，1个月一次已经算频繁了哈，而且都是特别约出来，而不是巧遇。你们这都是特别约出来。现在还在讨论一些比较生活跟正式工作上的事情在分享，而且你们的见面不是都是一个人，大概3到4个人左右，固定的。爱情的能量全部都是往下坠的哈，所以还没有要出现。为何会有这个状况出现？就是应该会有不小心激发出爱情的能量，可是都先回避起来，因为在流动上是先不要看到。我这边看到的是先不要看到，先不要出现，都先是禁锢起来哈。这边成为一个很强烈的三角形，安定下来哈。那加上这里对比来说，这里就是先静置。先回避，两种都是哈，所以目前爱情的能量还没有摆在初期，但是接触跟遇见已经都呈现出来了哈。然后你们会前面比较多的时间会聊一些比较工作未来性的东西，比较像是朋友之间的关心哈。然后慢慢的水能量才会出来。那这边也大三角形来说，能量也在回避中哈，所以先相处，爱情的能量出来的速度还没那么快，还没有。等一下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从更遥望的视角来看一下。起来方式。还没，还要在更欢乐的相处里面，朋友的关系再到更热络，再更深入，比以前再更深入，更多的聚会，更多的活动，更创造出更多朋友、好朋友之间的回忆之后，爱情的能量才会慢慢的浮现出来哈，还没那么快。好，还没那么快，还在一个人际关系里面假装的一个，如果以爱情的角度来说，现在还在假装是朋友关系的一个节奏里，还没有要进入。来，这里我翻一下。哦，这牌好少翻到哦。我看一下，那我认真看一下。两个讯息，有一个重生机会，你们的关系有一个重生机会，才会有一种回归到零的纯化的状态，再重新结合一次。所以现在还没有，现在这边说还没有，因为它的位置是后面。那这边有偷偷说一个小方法，你们两人之间现在还没有一个灵性的共识，觉得很需要爱情出现，但是我觉得他这句话讲的是说，那个共识还没有存在在这份朋友关系里，所以其实是彼此还没有察觉，或是有感受到同步感受到这个爱情关系已经在这里孵化出来了。你今天是因为你看到这张牌，这组牌，所以你被暗示了，在你最近比较接近的类似的场景，朋友关系里面可能有，但是他只是在暗示你可能有，可是对方可是还没有的哦。牌面以对方的角度来说是完全还没有感觉到的，所以这一个共识跟同步率是没有出现的，它必须要有同步率出现的时候，才会启发神的角度的祝福。它是有一个顺序的，这个链接的角度是你们要先在物质上产生共识之后，才可以去跟神去要祈求他的祝福来做一个催化剂，所以现在这个共识还没有出现的话，就还没有。所以以时间感来说，现在先做朋友，好好做朋友，它就会慢慢出现了。很多牌都说在滋养中有那个沃土，我让它发芽，可是现在还不到那个时间点。好。
我拿错牌，sorry，我要的是这个。我先说这张牌，说慢慢来，先不要急。这张牌就这么说，慢慢来哈。他很多故事，不管我已经阅读完他的背景资料的时候，我的结论就是，他给的结论就是慢慢来，再等一下。这张比较有趣。这张的本质上，恶魔的提醒，他的说破的观点是说，现在这一个朋友关系里面是在装熟之中。如果是以其他的角度来说，譬如说认识到新朋友啊，认识到刚认识的人，然后如果你好奇说这个人是不是真心在做，是探求。能不能持续做朋友下去？这样子的提问的话，这张牌出来的话，我就跟你说，没有，对方不是很真心，他是在装熟啦，只是在维持一个平静的表面、和谐的表面。可是如果这个答案出现在这里的话，就表示什么？这份朋友关系是虚幻的，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的。那这一件事情，这里不是都说了一次了吗？所以这里又说了一次，而且我是压在这个位置，所以它能量是在这边，再重复说一次。所以这个被2次说了，就表示说这份朋友关系不是真正本质上要发生的关系，这发生的一个连接。好哈，那这边讲了，那就要再等一下来。有的时候都是看到牌之后，还要再自己先消化一下，消化一下我自己的反应哦。如果硬要我说，最有可能发生感情开始有比较明确的状态的时候，会在下一个冬天结束前，结束的时候，冬天快换春天那一段时间，那可是最强的。但是最强前面还有一个叫做起点，慢慢变强嘛。所以开始慢慢变强的时候，应该会在什么时候？应该会在秋天进入秋天开始微凉的时间点。那一个时间点，为何会开始有感情的情况出现？因为你们的朋友间有人有感情的困扰发生，所以你们会特别敏感到感情这一件事、爱情这件事。会有什么行为？有人可能分手，比较差的感情问题出现，不是你们2个，是你们周遭会有，所以你们会特别感受到爱情的这个价值观的讨论跟感受，才会发现这是一个题目，才会发现这个是你们2个之间的一个题目。好，这里就先点到这里来。其实这个不用翻，因为上一组牌已经翻到了，但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那我就问简单一点就好，我自己有心里问好，没关系。他这边说一样不急，慢慢会有一些收获获得哈，慢慢会理解到这条路跟你们2个人在一起的价值、感官各方面都是一个加分状态，一直在获得好讯息的状态下。好，那这也是一样的，不急了，慢慢的获得收集起来就好了。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哈，我觉得状况还不错，所以我就没有讲特别多很多细节，但是其实我觉得重要的关键点的认定、诠释跟定义的讯息有出来就好了哈。好，那我想就这样，那我们一起开心的期待好了哈。好，那就这样，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